一个剪头发引发的血案。乾隆13年，大清朝出了一桩怪事，山东巡抚赛棱额、江南总督周学建这些封疆大吏，竟然扎堆自杀或者被处死。原因听起来荒唐的像地摊文学，因为他们在皇后丧期内把头发给剪了。很多人说乾隆是因为丧妻之痛，精神失常了。但我翻看当时的政治走向，发现这逻辑不对。乾隆这人精得跟猴一样，他能为了这点事儿把朝廷骨干全拔了？这哪是单纯的哀痛，这分明是乾隆抓住了官僚集团集体的政治怠慢。他要通过这场血腥的丧礼告诉所有人，在这个国家，规则是我定的，你们所谓的潜规则和人情世故，在我的意志面前统统得跪下。今天咱们就拆解一下这朵白月光背后的政治血色。既然大家都盯着那把剪头发的剪刀，觉得这是乾隆疯了的铁证，那咱们干脆把这出戏倒过来演。先别看那把剪刀，咱们先去清东陵，去那个阴冷潮湿的玉陵地宫里翻翻账本。很多人觉得死后哀荣是情深的最高体现，但我告诉你，这地宫里的摆设哪是陪葬品啊，这分明是乾隆给天下人立的一块政治节项书。咱们细品这背后的逻辑，当乾隆13年那口巨大的子宫滑进地宫深处的时候，富察氏作为一个有血有肉、有小脾气的女人就已经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被乾隆亲手塑造出来的毫无瑕疵的冷冰冰的道德插件。你翻开《清实录》和内务府奏案，看看乾隆给富察准备的那份遗产清单，那简直是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他不仅把皇后生前用过的所有东西都像供神一样供起来，甚至连皇后死时躺过的那条船，那条在德州水面上承载了皇后最后一次呼吸的巨大清血坊，他都要不计成本地运回北京。为了把这艘大船运进城，他甚至想过要把城门给拆了，最后还是礼部尚书海望出了个主意，搭了个巨大的木架子，铺上冰，用了几千名民夫，生生地从冰面上把这条沉重的死神之船拖进了崇文门。这哪是舍不得一条船啊，这分明是乾隆在向全天下展示，为了我的白月光，我可以不计国帑，我可以调动一切非理性的力量，谁敢在这个时候跟我谈成本，谁就是不忠。咱们得盯着地宫里那几万首平庸至极的悼亡诗。乾隆这一辈子写了4万多首诗，差不多顶得上一整部全唐诗，其中最真挚的据说都给了富察。但你仔细读读那些诗，比如那句早知狮子兼王母，何必当初盼孟雄，听起来是悔不该当初，实际上是在固化一个逻辑，我是因为要延续大清的嫡系法统，才导致了爱妻的离去。他把富察的死包装成了一种为了皇权延续而进行的政治祭献。在这几万行韵脚里，富察氏不再是一个会因为丢了孩子而整夜哭泣的母亲，她成了乾隆抒发自己高处不胜寒以及圣人多情这种高级人设的背景板。这时候咱们再回头看那个所谓的白月光人设，其实是乾隆和他那帮词臣们共同完成的一场大规模意识形态营销。在封建王朝的语境里，皇帝太强悍了会显得刻薄，比如他爹雍正；太温和了会显得软弱，比如他爷爷康熙晚年。乾隆想走第三条路，他要当一个有情有义的独裁者，而富察皇后就是这个情义最完美的载体。在地宫的深处，乾隆把那些象征着皇后身份的册宝、金玉，像堆砌防火墙一样堆在富察周围。但这墙不是为了保护他，是为了锁死他。你想想，在那场浩浩荡荡的丧礼中，乾隆不仅承办了皇子和重臣，他还做了一件非常绝情的事，他下令把长春宫里皇后生前所有的陈设都封存，每年他都要去那里坐一坐，在那张桌子前自言自语。
这在旁人眼里是痴情，但在后来的继后那拉氏眼里，那是令人窒息的政治冷暴力。乾隆是在用一个死人的完美去霸凌所有活着的女人。这种无声的结算最毒辣的地方在于，他把富察氏拔高到了一个非人的高度。在清宫一案的残卷里，我们其实能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富察，他身体极差，常年处于焦虑中，因为连着失去2个嫡子，他的精神状态早就到了崩溃的边缘。但乾隆在给世人看的账本里，抹掉了所有的药渣味，只剩下了通草绒花的清新。他剥夺了富察作为一个病人、一个弱者的权利，强行给他披上了一层节俭贤良的圣衣。咱们再深挖一层，为什么乾隆要在丧礼上搞那种血腥的职场清洗？因为他发现单靠白月光这种软实力，已经压不住那帮老奸巨猾的官僚了。乾隆即位初期，为了收买人心，一直演得很累，他得演那个宽仁的君主。但到了乾隆13年，他借着丧礼的由头，把那些敢在祭文里写错字、敢在100日内剃头的刺儿头全给拔了。这其实是在宣布，我的温柔只给了那个死去的女人，剩下的你们只配迎接我的雷霆。所以你看，玉陵地宫里的那些财宝和诗篇，其实是乾隆给自己买的一份暴力执政许可证。他通过过度补偿一个死人，获得了过度惩罚活人的道德资本。他哭得越凶，杀人时就越理直气壮。他在告诉天下人，我都这么悲痛了，你们竟然还在计较剃不剃头这种小事，你们还有没有人性？你们对得起我这个圣主吗？这种逻辑在乾隆后期的统治中反复出现。他把所有的政治野心都藏在了对富察氏的念念不忘里。在那场被称为盛世的狂欢背后，是一个男人通过神化自己的婚姻，完成了一次对整个帝国情感的征收。富察皇后在地宫里静静地躺着，她成了乾隆最得力的工具，哪怕她已经不能呼吸，她的名字依然是大清朝最锋利的一把刀。当我们在这些冷冰冰的史料和账目中拨开那层温情的糖衣，你会发现，所谓的白月光不过是权力的倒影。乾隆13年的那场大清洗，并不是因为白月光碎了，而是因为乾隆觉得这块月光石已经打磨得足够锋利，可以用来割开文官集团的喉咙了。这场在地宫里完成的最终结算，赢家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那个坐在长春宫的旧椅子上，一边流泪一边计算着权力的实权老人。咱们细品这背后的逻辑，这哪是什么爱情的墓碑，这分明是皇权的一座里程碑。从这一刻起，乾隆彻底告别了他的青年时代，告别了那个还需要靠联姻和温情来稳固位置的接班人阶段，正式步入了那个唯我独尊，让整个帝国站立的独裁时代。至于富察氏，他被永远留在了那个冰冷的地宫里，成了一个被史书精心修饰过的、再也不会反抗的政治符号。这种悲剧最令人心寒的地方，在于他甚至剥夺了受害者被同情的机会。因为乾隆把场面做得太大了，大到让后世的创作者都觉得，如果不歌颂这段感情，就是大逆不道。但真相往往就藏在那些被刻意强调的细节里，那艘被拖进城的破船，那些被贬值的官员，还有地宫里那几万首没人读得下去的烂诗。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才是乾隆13年真正的结算单。其实啊，地宫里那道沉重的石门一关，富察氏的故事算是结了，可大清朝文武百官的噩梦才刚刚开始。如果说地宫里的摆设是乾隆给这段婚姻做的财务清算，那紧接着席卷全国的，就是一场针对官僚集团灵魂深处的格式化。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一个皇后的葬礼能让大清朝的职场生态发生毁灭性的扭转。咱们细品这背后的逻辑，在乾隆13年之前，大清朝的君臣关系虽然也讲尊卑，
但好歹还披着一层士大夫与君王共治的脉脉温情。乾隆那时候爱演人君，臣子们也爱演忠臣，大家在一个规则框子里玩命卷，只要不出大格，皇上一般不掀桌子。但富察氏这一走，乾隆突然把桌子掀了。他不再满足于你们把活干好，他要求你们把灵魂交出来。这场大规模的官场 PTSD 最初是从那把剃头刀开始蔓延的。咱们翻开《清实录》，看看乾隆13年那份密密麻麻的处分名单。山东巡抚赛棱额，那可是堂堂的封疆大吏，就因为在国丧100日之内剃了个头，被乾隆盯上了。按理说，这种事儿在过去顶多是个礼仪疏忽，罚俸或者降级也就顶天了。可乾隆不，他亲自朱批，字里行间透着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冷静。他说，赛棱额身为巡抚，深受朕恩，竟然在朕最悲痛的时候去剪头发，这说明什么？说明他心里根本没有朕，说明他是在盼着丧期早点过去，好去寻欢作乐。这逻辑多横啊！赛棱额可能只是觉得夏天太热，头皮发痒，但在乾隆眼里，这变成了一次忠诚度测试的挂科。结果大家也都知道了，赛棱额被迫自尽。接着是江南总督周学建，这位也是个倒霉蛋，同样因为剃头问题被乾隆揪住不放，最后也是落得个家破人亡。这时候，大清朝的官员们突然发现风向变了。以前皇上考评你，看的是你收了多少税，抓了多少土匪；现在皇上考评你，看的是你哭得大不大声，头发长得快不快。这种政治高压迅速演变成了一种集体的议政，全中国的官员开始进入一种表演性悲痛的状态。你翻看那一年的地方奏折，你会发现一种极其荒诞的现象，远在几千里外的边疆小官，也要在折子里用最华丽、最凄惨的词汇去描述自己听到皇后崩逝后的肝肠寸断。有人写自己昏厥数次，有人写自己闭门绝食。乾隆看着这些折子，心里其实明白得很，但他要的就是这种明知你在演戏，你还得给我演到底的绝对服从。这就是我常说的，这哪是办丧事啊，这分明是乾隆在给整个官僚系统植入一套名为恐惧的底层系统。在这种系统下，官员们不再是专业的行政经理人，而成了皇权意志下的应声虫。这种 PTSD 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大清朝文官集团的脊梁骨被彻底敲碎了。大家开始研究乾隆的每一个微表情，去揣摩圣意，而不是去解决实际问题。因为大家看清了，在乾隆这儿，专业能力救不了你的命，只有那种近乎自虐的忠诚表现才能让你活下去。咱们再盯着那个细节，乾隆不仅杀人，他还杀字。在皇后的祭文里，有个内阁学士因为把皇笔误写成了先笔，或者是在翻译满文时用词不够精准，乾隆直接大发雷霆，认为这是对皇后的亵渎，更是对皇权的蔑视。这种对文字细节的病态纠缠，其实就是后来的文字狱在大规模爆发前的预演。官员们每天上班如履薄冰，写个折子都要反复推敲，生怕哪个字触动了皇上那根纤细而又暴力的神经。这种长期的精神高度紧张，让整个大清朝的行政效率开始出现一种诡异的滑坡，大家都不敢办事了，因为办事就可能出错，不出错的唯一办法就是原地踏步，然后疯狂喊口号。这种官场阴影甚至影响到了后来的接班人问题。皇长子永璜和皇三子永璋这两个孩子在丧礼上的表现被乾隆定性为不哀，从此被彻底踢出了权力中心。这哪是父子吵架啊，这是乾隆在用亲生儿子的前途给全天下打压，连我的亲儿子，只要在态度上让我不满意，我都敢废了。你们这些当奴才的，
自己掂量着办。从那以后，乾隆朝的政治氛围就从清流辅政变成了酷吏当道。像和珅这种能把皇上伺候得舒舒服服，能把皇权意志贯彻到每一个末梢神经的人，才开始真正冒头。而那些有骨气、有见识的士大夫，要么选择了闭嘴，要么选择了自保。这种集体的失声，最终导致了盛世下的腐败。因为当所有人都忙着在皇帝面前演戏的时候，底层的崩塌就成了无人察觉的必然。咱们细品这背后的深意，富察皇后的离去，实际上是乾隆给自己寻找的一个政治借口。他用一种极致的浪漫化叙事，掩盖了一场极致的暴力收权。他在诗里写着忍诵长春旧句，手里却拎着带血的板子。官员们在跪拜皇后灵柩的时候，其实是在跪拜那个已经彻底黑化、不再受任何道德约束的皇权意志。这种 PTSD 一直持续到乾隆驾崩，甚至深刻地刻进了大清朝的政治基因里。后来的官僚们发现，只要维持住表面的形式主义的忠诚，哪怕内里已经烂透了，皇上也能接受。这种形式大于实质的风气，就是从乾隆13年那场铺天盖地的白绸缎里生根发芽的。大家不再讨论国家该怎么治理，而是在讨论丧礼的规格、避讳的字句。这种政治审美的畸形，是一个帝国走向平庸的开始。所以当我们在影视剧里看着乾隆为富察深情款款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在那重重宫门之外，有多少官员正盯着自己刚冒出来的胡茬发抖，有多少读书人正对着空白的纸页冷汗直流。这抹白月光其实是照在刑场上的一道冷光，它让所有人看清了，在绝对的权力面前，没有爱，只有服从。既然咱们聊到了官场在那场丧礼后的集体站立，聊到了那些封疆大吏对着镜子摸着刚查出的胡子发抖，咱们就得往深了再扎一铲子。各位肯定得问，乾隆这辈子后宫佳丽3000，就算富察氏再温婉再贤惠，至于让他把整个大清朝的政治生态都给蓟县了吗？这哪是宠爱这分明是某种病态的执迷。咱们细品这背后的逻辑，你就会发现，乾隆对富察氏那种近乎封神的推崇，绝不是因为他是个无可救药的情种，而是因为在乾隆的权力蓝图里，富察氏这个名字是他通往完美统治唯一的一块压舱石。咱们翻开清史稿和雍正朝的内务府档案，看看乾隆还是弘历的时候，这桩婚事是怎么定的。雍正5年，圆明园举办了一场选秀，那时候的弘历16岁，正是雍正帝秘密立储的关键期。在众多的满洲贵女里，雍正一眼就相中了察哈尔总督李荣保的女儿。很多人说这是因为富察氏长得美，或者书法好，但这纯属是看电视剧看多了。在雍正那种眼里只有 KPI 的皇帝看来，儿媳妇的颜值远没有她的基因重要。富察家是什么背景？那是满洲镶黄旗、勋旧世家中的顶级豪门。曾祖父哈什屯是太宗朝的重臣，祖父米思汗是康熙朝推行撤藩政策的铁杆支持者，伯父马齐、马武更是保和殿大学士。这就引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富察氏不是弘历选的爱人，而是雍正给未来的接班人选定的政治合伙人。当时的弘历虽然被内定为皇储，但他面对的是一个被雍正铁腕整肃过后，表面服帖，实则暗流涌动的官僚集团。他需要一股强大的满洲正统势力为他站台，而富察家族就是那个最完美的背书。所以，从走进前底的那一天起，富察氏身上就背负着一种工具性的宿命。他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是皇权与满洲勋旧集团之间的一条金丝带。乾隆对他这位皇后的敬重，本质上是对这份政治契约的敬畏。
进宫之后的富察氏表现的简直像是个精密计算过的机器人。史书里记载他不育珠翠，但配通草绒花，说他贤良淑德，从不干政。咱们得盯着这些细节看，在一个极其奢靡的盛世皇宫里，一个掌握着后宫最高权力的女人，为什么要表现得如此清苦？这哪是生活习惯啊，这分明是在帮乾隆演戏。乾隆即位之初，急于摆脱他爹雍正那种刻薄狠辣的负面评价，他要打造一个以孝治天下、以仁理朝政的儒家圣君形象。而一个朴素、低调，像空气一样透明的皇后，就是他这个人均剧本里最好的女主角。富察氏越是不争，越是简朴，就越能反衬出乾隆的统治是多么的温良恭俭让。这种工具性在嫡子继承问题上达到了顶峰。乾隆这辈子对嫡出儿子的执念，甚至超过了他对他爹雍正的恐惧。他先后立了2个富察氏生的儿子为储君，一个是永琏，一个是永琮。在《清实录》里，乾隆毫不遮掩地说，他就是要立嫡子，要打破满洲皇室过去那种择贤不择长的传统，建立一套像汉人王朝那样稳固的正统法统。为什么非要富察氏生的才行？因为只有富察氏的血统，才能让满洲勋旧无话可说，让汉文官心悦诚服。富察氏的肚子，在乾隆眼里，那是大清朝政治稳定的保险箱。当永琏和永琮先后夭折，你可以想象乾隆那种五雷轰顶的感觉。这不仅是中年丧子的悲痛，这更是他政治完美主义的彻底破产。他觉得自己被老天爷给耍了，他辛苦经营的想要通过富察氏来完成的法统传承断了。这时候，富察氏作为工具人的最后价值就是他的死亡。咱们细品这背后的冷酷逻辑，富察氏如果不死，她只是一个渐渐老去、没能保住儿子的身体虚弱的皇后，但她死在东巡的途中，死在乾隆最需要一个情感爆发点来整肃朝纲的节点，她就瞬间升华为了一尊不可亵渎的神。乾隆把她抬进地宫，封为孝贤，这个贤字就是乾隆给全天下女人、全天下臣子立的一把标尺。他在丧礼上杀人，理由是你们对不起这位贤后，实则是借着死人的名义，把活人的骨头一根根捏碎。如果你读过长春宫里乾隆写的那些诗，你会发现他反复在强调皇后的唯一性。这种唯一性其实是乾隆在构建一种情感垄断。他通过神话富察，把后宫里其他所有的女人都变成了平庸的代用品，甚至连后来的内拉氏皇后，在乾隆眼里也不过是富察氏的一个拙劣仿制品。这种逻辑下，乾隆成了大清朝唯一的、最痴情的受害者。这种受害者姿态给了他一种极度危险的道德优越感。我都失去了我最爱的人，我都为了国家牺牲了这么多，你们这些臣子怎么敢不听我的？你们怎么敢在祭文里写错字？所以说，为何非要是富察？因为只有富察氏的背景够深，人设够稳，死得够及时。他成了乾隆那张巨大的权力网里最关键的一个结。乾隆对他的怀念，其实是在怀念那个还没有被权力完全异化的自己，是在怀念那个通过这段婚姻换来的短暂的政治安全感。他每去一次陵寝，每写一首悼亡诗，都是在往自己的神像上贴一金箔。当咱们拨开了那层白月光的浪漫外壳，剩下的其实是一个极其悲凉的故事。富察氏的一生，其实是在一个巨大的权力黑洞里不断自我消减的过程。他为了迎合乾隆的政治审美，压抑了自己的物欲；为了迎合乾隆的法统野心，透支了自己的身体。他甚至不能像一个普通的母亲那样，在失去孩子后尽情的悲伤，因为他还得陪着皇上去东巡，去演那场盛世太平的戏。这种权力根源下的婚姻，
注定是一场没有胜者的博弈。富察氏赢得了生前的尊荣和死后的神位，但他丢掉了作为人的所有色彩。而乾隆，他通过神话富察，成功的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孤独的独裁者。他把所有人都推到了他的对立面，因为没人能像富察那样无缝衔接的配合他的表演。他守着那个白月光的幻影，在大清朝的权力巅峰枯坐了50年，最后把自己做成了一个没人敢说真话的孤家寡人。这种逻辑其实非常残酷，在极致的皇权面前，爱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契约和利用。乾隆把富察氏捧得有多高，就证明他内心的权力欲望有多深。那朵通草绒花原本是想证明皇家的简朴，结果却成了大清朝最昂贵的一个道具。他买断了一个女人的灵魂，也买断了一个盛世的良知。聊完了富察家那硬如金刚石般的政治背景，咱们得把视线从朝堂挪回后宫，盯着那朵开在大清权力巅峰上的看起来弱不禁风的小玩意儿——通草绒花。很多朋友看电视剧，觉得富察皇后戴通草绒花是因为她清纯脱俗，跟外面那些妖艳贱货不一样。甚至有人觉得这是乾隆和富察之间的小情趣，是盛世里的极简主义。但我得给各位提个醒，在大清朝的内务府账本里，从来没有真正的小清新，只有精心计算过的大政治。咱们细品这背后的逻辑，一个统领6宫、母仪天下的皇后，放着内务府造办处那堆成山的东珠、祖母绿、点翠头面不戴，非要戴这种用通草片、蚕丝拧出来的廉价手工花，这哪是审美问题啊？这分明是乾隆和富察联手搞的一场覆盖全大清的道德和威慑。咱们翻开《清实录》乾隆朝的记载，乾隆不止一次的在公开场合，甚至是在给全国官员看的圣旨里，疯狂表扬皇后的节俭。他说，皇后平居官事，不遇珠翠，但配通草绒花。大家得明白，皇帝的表扬从来不是随便给的，这是一种定调子。乾隆为什么要定这个调子？因为他即位初期面对的是雍正留下的一套极其压抑，甚至有些扭曲的官僚体系。雍正爷那辈子活得太苦了，对臣子也狠。乾隆想改弦更张，想当一个既有排场又能得民心的圣君，但他又不能明着挥霍。这时候，富察皇后的这朵通草绒花就成了他最好的避雷针。你可以想象那个场景，乾隆坐在龙椅上，正准备下旨修圆明园、建避暑山庄，甚至筹划着那劳民伤财的南巡。这时候，如果有谏官跳出来说皇上，咱得节俭呐，乾隆只需要往后宫一指，冷笑着说，朕的皇后连珍珠都舍不得戴，只戴几分钱一朵的通草花，你们还跟朕谈节俭？朕这叫犒劳自己，皇后那才叫真正的为国分忧。这朵花瞬间就成了乾隆挥霍无度的挡箭牌。他给了乾隆一种极度廉价的道德豁免权，因为我的女人已经替我把苦日子过完了，所以我花点钱搞点排场，那不是理所应当吗？咱们再看内务府的账本细节，虽然富察皇后号称不戴珠翠，但你看看乾隆给富察家族的赏赐，那可是真金白银，甚至是成箱的珠宝往富恒家里抬。这种内宫节俭、外戚报复的违和感，其实揭示了乾隆权术中最阴暗的一面。富察皇后在宫里演平民天后，是为了给天下人看，是为了稳住大清朝的意识形态阵地，让那些还在为生计发愁的百姓觉得皇上家也跟咱一样省着过呢。这是一种极其高明的政治幻术。那朵通草绒花就像是挂在帝国门面上的一块补丁，它掩盖了盛世之下贫富差距拉大、腐败丛生的现实。更绝的是，这朵花还成了乾隆折磨后宫其他女人的刑具。
乾隆在富察去世后，反复要求后来的嫔妃都要向孝贤皇后学习。你想想，那些10几岁进宫，本该鲜衣怒马的小姑娘，面对着一个死掉的完美神像，她们敢戴珠宝吗？敢穿华服吗？不敢，因为乾隆会随时跳出来，拿着富察皇后的通草花跟他们对比。这种精神破本质上是乾隆在利用富察的神位，对后宫进行全方位的抑制剥夺。这种节俭不再是一种美德，而是一种杀人不见血的软暴力。咱们细品清宫一案里的那些端倪。富察皇后常年身体不好，除了连丧2子的心理打击，这种长期维持圣人形象的压力，难道不是一种慢性的自杀吗？她每天早上起来，对着镜子戴上那朵廉价的绒花时，她心里真的快乐吗？还是说，她已经意识到自己只是乾隆手中一个用来对冲政治风险的筹码？在乾隆的诗里，他把这朵花夸成了不上奢华、独守清操的化身，但在现实的逻辑里，这朵花是压在富察氏头上的五指山。他必须一直闲下去，一直省下去，哪怕他想买件像样的丝绸衣服，都得考虑会不会坏了皇上的那个大局。这种神话在乾隆13年之后达到了顶点。乾隆不仅自己怀念这朵绒花，他还要求全天下的文人跟着他一起歌颂。那几万首悼亡诗里，通草绒花的出镜率极高。这种高频的文化植入，成功的把一个复杂的后妃形象精炼成了一个简单的符号。这其实是皇权对历史解释权的霸占。乾隆在告诉后世，看，这就是朕选的女人，她多好，她只要一朵花就能满足。这就给了后来所有的封建统治者一个范式，只要把女人的欲望打压到尘埃里，就能换来所谓的太平盛世。咱们再深挖一层，为什么乾隆非要盯着这种小细节不放？因为乾隆是一个极度的细节控，他明白宏大的叙事没人听，但皇后只戴通草花这种接地气的八卦，能瞬间传遍茶余饭后。他是在用这种方式消解掉民间对皇权贪婪的天然敌意。这哪是爱情啊？这分明是公关。那朵花就是乾隆朝最大的营销方案。他让一个本该充满血腥和算计的权力场涂上了一层名为节俭的保护色。这种逻辑最讽刺的地方在于，到了乾隆晚年，当国库已经开始空虚，官场已经彻底糜烂的时候，乾隆依然在写诗怀念那朵绒花。他在用一种怀旧的情绪逃避现实的崩塌。他觉得，只要他还爱着那个戴通草花的女人，他还是那个乾隆13年之前的志向远大的勤政爱民的君主。这种自我感动的背后，是整个帝国正滑向深渊的轰鸣声。所以，当我们今天在故宫博物院看到那些精美的绒花工艺品时，劝各位别光看那点子手工艺的精巧，咱们得看看这花瓣下面盖着的政治白骨。富察皇后的这朵花开在大清的权力之巅，它吸干了一个女人的生命力，也装饰了一个独裁者的虚荣心。它不是白月光的点缀，它是皇权的注脚。聊完了那朵被神化到近乎道德绑架的通草绒花，咱们得把视线从皇后的鬓角移开，去看看那场漫天白雪般的丧礼背后，到底织起了多少张索命的网。很多人觉得乾隆13年是个意外，觉得是皇帝悲痛过度导致了丧礼综合征，这哪是意外啊？这分明是乾隆爷精心给大清官僚集团挖的一个大坑，一个名为丧礼的权力陷阱。咱们细品这背后的逻辑，富察皇后的离去，给乾隆提供了一个完美的，甚至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理由，去对那帮已经开始懈怠，甚至有些倚老卖老的文官集团进行一次从头到脚的血腥清算。咱们翻开《清实录》乾隆13年的记录，那种肃杀之气简直扑面而来。乾隆在皇后的丧礼上，
表现出了一种近乎变态的敏锐。他不再是那个在圆明园里写诗的文艺青年，而变成了一个拿着放大镜盯着每一个官员扣子的监考官。最先掉进坑里的就是咱们前面提到的剃头案。按理说，国丧期间不准剃头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但到了乾隆朝，这规矩在执行层面其实已经有些模糊了。很多地方大员觉得天高皇帝远，我剪个短发方便办公，皇上还能真因为这点头发把我怎么着？山东巡抚赛棱额就是这么想的，他不仅自己剪了，还带头在省城里表现得没那么哀痛。乾隆得知消息后的反应不是悲伤，而是一种抓到猎物后的兴奋。他在朱批里写道：赛棱额身为大臣，受朕深恩，竟敢于国丧100日内剃头，使其心中全无朕，亦全无皇后。这句话定下了整个丧礼清算的基调，你的任何礼仪瑕疵都会被上升到忠诚度的高度。这哪是剪头发啊，这是在乾隆心里剪断了君臣之间的契约。赛棱额被赐死，这只是一个信号。紧接着，江南总督周学建因为同样的原因被革职查办。乾隆通过这2颗人头告诉全天下，别跟我谈什么行政效率，现在大清朝唯一的 KPI 就是哀悼。这种权力陷阱最毒辣的地方在于它没有明确的衡量标准。你说你哀痛，怎么证明？哭得不够大声是罪，祭文里翻译错了一个满文字母也是罪。工部尚书阿斯哈就因为在筹办皇后丧礼时挪动了一点经费，或者是工期稍微慢了一丁点，就被乾隆定性为心怀怠慢。你翻看当时的内务府账本，你会发现乾隆对丧礼规格的要求已经到了病态的地步。他要求金棺的木材必须是最好的，运送的路径必须分毫不差，甚至连抬棺材的民夫穿什么衣服都要亲自过问。只要有一个环节出了岔子，乾隆就立刻挥起大棒。这其实就是一场大规模的职场霸凌。乾隆利用丧礼这个道德高地，让所有的官员都处于一种随时可能犯罪的焦虑中。在这种极度不安的状态下，官员们唯一的自保手段就是互相告发。一时间，朝堂上风声鹤唳，大家都在盯着同僚的头发有没有变短，盯着别人的祭文里有没有错别字。这种集体的互害，正是乾隆想要的。他通过这场丧礼，彻底打碎了官僚集团内部的横向联系。大家不再是共同治理国家的同僚，而是为了在皇帝面前表现忠诚而互相撕咬的猎犬。咱们盯着那份因为丧礼而被降职、流放甚至处死的名单看，你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这些倒霉蛋里有很多是康熙、雍正2朝留下来的老臣。这些人有经验、有资历，甚至在乾隆面前说话还有点分量。乾隆早就想动他们了，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借口。现在好了，皇后死了，这个借口由上天送到了乾隆手里。他用一种为妻复仇的圣母姿态，行着独裁收权的狠辣手段。这哪是丧礼啊，这分明是乾隆朝的长刀之夜。连皇子们都没能逃过这张网。皇长子永璜和皇三子永璋这2个孩子在灵堂前可能只是因为跪累了，或者是脸上的泪痕干得快了一点，就被乾隆当众斥责为不孝。乾隆甚至直接对大臣们说，这2个孩子已经失去了继承皇位的资格。咱们细品这背后的逻辑，乾隆这是在杀鸡儆猴，他连亲生儿子都能因为哀悼不利而废掉，你们这帮当奴才的，谁还敢在朕面前说一个不字？这种极致的恐怖政治，在皇后丧礼期间达到了顶峰。这种权力陷阱不仅针对人，还针对制度。乾隆借着丧礼，强行把礼制推到了法治之上。他在这一年频繁下旨，要求各地建立各种纪念性的建筑，
要求文人写各种歌功颂德的文字。这种对社会资源的暴力征收，在富察氏活着的时候，他是绝不会同意的，因为他得维持那个节俭的人设。但现在他死了，他就成了乾隆手里最好用的橡皮擦，可以擦掉所有的反对意见。到了乾隆13年下半年，整个大清的官场已经完成了一次彻底的洗牌。那些有风骨、敢说话的人，要么死在了丧礼的细节里，要么被吓破了胆，选择了闭嘴。取而代之的是一批像和珅的前辈们那样，只会揣摩圣意，只会搞形式主义的奴才。这场丧礼是大清朝从精英治国转向奴才治国的一个关键节点。这种利益绞杀的后果是深远的，它让乾隆意识到，通过操弄情感和礼仪，可以比通过制度和考核更有效地控制一个人。从那以后，乾隆对权力的运用变得越来越随心所欲，也越来越阴阳怪气。他开始喜欢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喜欢看臣子们在他面前演戏，喜欢看他们在恐惧中瑟瑟发抖。那场漫长的、耗资巨大的丧礼，最后结算出来的不是对亡妻的思念，而是乾隆对整个帝国绝对掌控的快感。当咱们站在历史的上帝视角回头看，那口金棺里装的不仅仅是富察氏，还有乾隆曾经作为一个正常君主的最后一点人性。随着丧礼的结束，一个被称为十全老人的独裁怪物正式降临了。他用一场血腥的演出，完成了对他权力的最后加冕。而那些倒在丧礼陷阱里的官员们，他们到死可能都以为自己是因为头发太短，或者是祭文太烂。他们哪里知道，在乾隆的棋局里，他们只是为了祭旗而不得不死的筹码。要告诉各位，别被那些清宫剧里的哭天抢地给骗了。那漫天的白帆遮住的是权力的血腥味，那哀婉的乐声掩盖的是铡刀落下的声音。这场丧礼是大清盛世下的一场大型政治诈骗，乾隆是庄家，富察是招牌，而全天下的官僚都是那场豪赌里输的精光的赌徒。聊完了朝堂上那场由剃头刀和错别字引发的血雨腥风，咱们得把视线收回来，收回到紫禁城的高墙内，去翻一翻那本最不带感情却最能杀人于无形的内务府禁号账单。很多人觉得乾隆对富察氏的爱是跨越生死的浪漫，当你在档案馆里摸到那些发黄的记载着长春宫实物变动的折子时，你脊梁骨冒出来的绝对不是感动，而是阵阵寒意。这哪是深情告别啊，这分明是乾隆借着内务府的手，对富察氏留下的所有痕迹进行的一场活人献祭式的冷暴力。咱们细品这背后的逻辑，一个真正爱妻如命的人，在妻子走后，往往会保留他的生活气息，那是唯一的慰藉。可乾隆不，他在乾隆13年皇后崩逝后，下了一道极其诡异的旨意。他要求内务府把长春宫里皇后生前用过的所有桌椅、卧榻，甚至是一根微不足道的通草花，统统封存，严禁任何人挪动，甚至连打扫的宫女太监都得按点按位，像木头人一样维持那个死寂的瞬间。你翻看内务府奏案，你会发现长春宫的账目突然间变得极其死板，所有的日常损耗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名为供奉的刚性支出。这种做法在政治上叫造神，在人情上这叫抹杀。这种冷暴力最先伤害到的是原本服侍富察皇后的那些宫女和太监。在清宫的生存逻辑里，主子没了，奴才们最好的出路是个散东西，去别的宫里寻个差事。但乾隆不放人，他把这群活生生的人强行锁在了那个已经没有了主人的长春宫里。根据清宫内务府处分档案的残卷，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批原属于富察氏的贴身宫女，在丧礼结束后，因为行走不归或是神情怠慢这种莫须有的罪名，被成批的内调到新者库或者是更偏僻的浆洗房。乾隆在用这种方式告诉所有人，皇后的宫殿必须保持神圣，任何带有活气儿的可能提醒她皇后曾是个凡人的细节，都得被铲除干净。他要的是一个完美的、静止的祭坛，而不是一个曾经住过人的家。咱们再盯着那些赏赐账单。富察皇后生前确实简朴，但她死后，乾隆给富察家族的封赏却像雪片一样砸下去。这在账本上形成了一种极其荒谬的对比：皇后名下的月例银子、布匹、炭火全部归零，而他兄弟傅恒、侄子福康安名下的资产却呈几何倍数增长。乾隆这是在通过挥霍死人的红利来购买活人的忠诚。他每往富察家搬一箱金子，其实就是在往富察皇后的神像上多刷一层金漆。这种金钱赎买，本质上是对富察氏生前那种勤俭人设的终极讽刺。他在用皇后的名义分发股权，却让皇后的遗物在大殿里落灰。更绝的是对内拉氏，也就是后来的继后的那种账面欺凌。你对比一下乾隆13年到乾隆15年这段时间，内务府给这两位女性拨发的物资标准。那拉氏虽然被册封为皇贵妃摄6宫事，但她在内务府的待遇，处处都要被那个已经死掉的富察氏压一头。乾隆会在内务府的呈文里朱批，说某件皮货或者某串珍珠，本该是孝贤皇后配用的，如今赐给你，你要感念。这哪是赏赐啊？这分明是当众扇耳光。他在用账本提醒那拉氏，在这个家里，你永远是个二房，你用的一切都是在捡那个死人的残羹冷炙。这种基于物资分配的心理博弈，是乾隆最擅长的冷暴力。咱们细品起居注里的细节，乾隆每年都要去长春工作一会儿，这时候内务府要忙疯了，他们要提前几天去给那些已经落灰的家具做旧如新，要保证所有的摆放位置跟乾隆记忆里一模一样。这种对记忆精确度的病态追求，其实是对现实的一种逃避，更是对身边所有活人的示威。他在告诉后宫里那些战战兢兢的妃嫔，你们再怎么讨好朕，你们也比不过那个被朕锁在账本里的幽灵。这种冷暴力最后演变成了一种政治化的议政。乾隆开始在内务府的日常开支里增加大量名为纪念的非正常项目，比如在富察皇后的忌日，要动用多少人力物力去搞法事，要制作多少专门的祭器。这些开支在账本上清清楚楚，它们像一块块沉重的砖头，压在大清朝的财政预算上，也压在每一个知情者的心头上。这种通过不断砸钱、不断强化祭祀礼仪的行为，其实是乾隆在完成自我催眠。他需要通过这些昂贵的仪式感，来抵消他内心深处因为在丧礼上杀人过多的那份焦躁。当我们在这些发黄的折子里看到那些被划掉的名字、被尘封的物资清单，得请各位跟我一起去感受那种死一般的寂静。长春宫里的空气不再流动，那些曾经陪着富察皇后欢笑过的奴才们被放逐，那些刻着孝贤烙印的食物被神化。乾隆用内务府的权力，把他的婚姻做成了一标本，然后把它挂在紫禁城的最高处，让所有人都得仰望，却没人敢触碰。这种逻辑其实非常毒辣，它剥夺了富察氏作为一个人被自然怀念的权利，转而把它变成了一个政治资产。在内务府的每一笔账目变动里，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丈夫对妻子的哀思，而是一个独裁者对一个完美工具的最后剥削。他榨干了他的死后余温，用来震慑官场，用来羞辱后继者，用来标榜自己的圣洁。这种冷暴力最成功的点在于，
他让所有人都觉得乾隆是个情种。大家看着他保留旧居，看着他厚赏外戚，觉得这皇上真是长情。但谁也没看到，在那被封存的长春宫里，那些被剥夺了前途和自由的活人们是如何在无声中凋零的。这种基于物质掌控和情感隔离的统治术，才是乾隆实权武功背后最阴冷的底色。咱们细品这背后的深意，这哪是什么爱情的余温，这分明是权力的冰窖。乾隆用内务府的账本给自己盖了一个坚不可摧的道德堡垒。从这一刻起，大清朝的后宫不再有活色生香的争斗，只剩下对着一个死去的幻影无止境的跪拜。而富察皇后，她被永远定格在了那朵通草绒花的阴影里，成了一个连在账本上都不能有任何差错的完美的木偶。聊完了长春宫里那份冷到骨髓里的物资清单，聊完了那些被锁死在神龛里的陈设，咱们得把目光从那个已经死掉的完美幻影身上移开，去看看那个活着的却被这道幻影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女人，乾隆的第二任皇后那拉氏。很多人看《如懿传》或者《延禧攻略》，总觉得这两个女人的斗争是后宫位的争夺，是情分的多寡。但我告诉各位，咱们细品这背后的逻辑，这哪是两个女人的战争啊？这分明是乾隆亲手制造的一场跨越生死的降维打击。他用一个死人的绝对正确去霸凌一个活人的政治存在。你翻开《清实录》乾隆13年到15年的记载，那拉氏的上位之路简直就是一部大型的职场替代品羞辱史。富察皇后刚走没多久，皇太后就开始催着立新后。乾隆那时候表现的那叫一个纠结，他在圣旨里写得如泣如诉，说自己册立继后实非的已，说自己对孝贤皇后的感情那是海枯石烂。这话说给谁听呢？说给全天下的臣民听，立牌坊呢？可对于当时还是皇贵妃的那拉氏来说，这每一句深情款款的表白都是扎在她心口上的钢针。乾隆是在公开宣布，这个新皇后，我不是因为爱她才立的，我是因为祖宗规矩，因为皇太后逼宫，我才勉强给她一个名分。这种无妄之灾最直观的体现，就在咱们前面反复提到的内务府账本里。那拉氏当了皇贵妃，按理说得设6宫事，那是代理皇后的权利。可你看看乾隆给他定的规矩，他要求那拉氏在行礼、用膳，甚至穿衣打扮上，处处都要避开富察皇后的锋芒。如果说富察是那朵永远高悬的白月光，那拉氏就是那个必须躲在阴影里的打工人。乾隆在乾隆15年正式册封那拉氏为后的时候，居然在祭告祖宗的祭文里还要带上一句对富察氏的怀念。这在清朝的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冷暴力。他在告诉祖宗，也告诉那拉氏，正妻的位置永远留给那个死人，你只是个临时顶班的业务经理。咱们得盯着那拉氏那个著名的断发之谜看。很多人觉得那是到了乾隆30年南巡时突然爆发的，但要告诉你，这种爆发的种子在乾隆13年丧礼上的那场权力陷阱里就已经种下了。那拉氏进宫的时间并不比富察氏晚多少，他也是在那场权力博弈中被选中的棋子。但他跟富察氏不一样，他性格刚毅，他不是那种能安安静静当个通草绒花人设，毫无怨言去配合乾隆演戏的女人。他看着乾隆把长春宫封存，看着乾隆每年在那儿哭天抢地，看着乾隆把他的每一个决定都要拿去跟死掉的富察氏做对比，这种长达10几年的精神折磨，才是真正杀人的刀。你翻开清宫档案，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乾隆对那拉氏的赏赐往往带有某种补偿性的敷衍。他给那拉氏金银珠宝，但从不给他那种灵魂契约式的认可。他在诗里写富察是良佐，写那拉氏却多是公事公办的赞美。
这种情感上的缺位，在内务府的开支里表现为一种过度补偿。乾隆觉得，我给了你皇后的位分，给了你丰厚的物质，你就该像富察那样，死心塌地的当我的影子，当我的政治工具。但奈拉氏要的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皇后的尊严，而不是作为一个死人替身的荣宠。这种利益绞杀在乾隆30年的那场南巡中达到了临界点。咱们细品这背后的逻辑，南巡这事儿本质上是乾隆为了展示他的实权武功和盛世繁华，但他带着内拉氏南巡的时候，依然不忘在路过山东德州那个富察皇后去世的地方去大办祭祀。他让活着的皇后站在岸边，看着他对着死去的皇后的灵位嚎啕大哭。这哪是祭奠啊，这分明是当众处刑。那拉氏的那把剪刀，剪断的不仅仅是头发，更是他对这种活在阴影里的宿命的最后反抗。他看透了，在乾隆的那个逻辑系统里，只要富察氏那个白月光的神像还在，他就永远是个罪人，永远是个侵占了神位的不速之客。断发事件发生后，乾隆的报复体现了他作为一个独裁者最阴毒的一面。他没有公开废后，因为那样太难看，会坏了他的完美统治招牌。他采取了抹除式清算，他收回了内拉氏所有的册宝，缩减了他的功分，把他关在一个小院子里，只配给2名宫女。这在内务府的账本上叫节省开支，在政治上叫精神凌迟。最狠的是，在那拉氏死后，乾隆居然下旨不准按皇后规格发丧，甚至不准进地宫，只能塞进纯惠皇贵妃的原寝里。这哪是惩罚啊？这分明是乾隆在给富察氏出气，是在用这种方式向全世界宣布：看，只有富察才是朕唯一的正妻，这个敢于挑战朕的权威，敢于破坏朕完美婚姻人设的女人，不配拥有名字。咱们盯着那份关于那拉氏死后的缩水账单看。乾隆在旨意里说，那拉氏的葬礼只准花几百两银子，这连个低级官员的葬礼都不如。他甚至在之后的所有画像中，命人刮掉了那拉氏的脸。这种全方位的历史抹除，正是为了维护富察皇后那个白月光神话的唯一性和神圣性。他不能容忍大清朝的史书里出现一个敢于质疑他、敢于撕碎他情种外壳的女人。那拉氏成了这个盛世背后最大的牺牲品，他的无妄之灾就在于他试图在一个被死人统治的后宫里活出一点点活人的色彩。这种逻辑其实非常残酷，乾隆对富察的爱有多深，他对那拉氏的恨就有多真。因为那拉氏的存在始终在提醒他，他那些自我感动的诗篇，他那些费尽心机打造的人君人设，其实都是虚伪的表演。那拉氏的断发就像是在乾隆那张精美的盛世画卷上戳了个窟窿，让他那个实权老人的梦碎了一地。所以说，那拉氏的悲剧是大清权力逻辑下的必然。他不是败给了另一个女人，他是败给了一个被权力神化了的政治符号。富察氏活着的时候是工具，死后是武器，而那拉氏就是那个被这把武器砍得遍体鳞伤，最后连名字都被刮掉的倒霉蛋。这场跨越生死的利益绞杀，让我们看清了乾隆那层深情外壳下最极致的利己主义。他不需要一个能跟他并肩看风景的妻子，他只需要一个能帮他维持白月光滤镜的背景板。咱们细品这背后的深意，这哪是什么宫斗啊？这分明是皇权对人性的彻底蚕食。乾隆用一个死人的好，杀死了所有活人的真。那拉氏的无妄之灾，其实是所有活在乾隆那个时代的人的缩影。大家都被要求去崇拜一个完美的虚影，去配合一个独裁者的表演。一旦你露出了哪怕一点点不配合的苗头，那等待你的就是像内拉氏一样，被从历史的账本里彻底涂掉，连个回响都没有。既然咱们聊透了继后内拉氏在那把剪刀落下前经历的漫长凌迟，
聊透了那个被死人阴影遮蔽的密不透风的后宫，咱们就得把这层逻辑再往上推一个维度。很多人觉得乾隆13年后的种种荒唐，不过是皇帝一个人的私欲膨胀，是老爱家的家务事。但我告诉各位，咱们细品这背后的逻辑，这哪是一个人的疯魔啊？这分明是整个大清帝国在乾隆的强权意志下，集体陷入了一场名为盛世深情的议政。这种议政让全中国的官僚、文人，甚至是升斗小民，都不得不加入一场长达半个世纪的名为哀悼白月光的集体表演。在这场表演里，真相不重要，人性不重要，只有那个被皇帝钦定的悲情叙事才是唯一的政治正确。咱们翻开《清实录》和乾隆中期的各种地方志，你会发现一种极其诡异的文明奇观。按理说，一个皇后的丧礼过了头七，过了100日，也就该尘埃落下了。但在乾隆这儿，这事儿没完。他把对富察皇后的哀思固化成了一套覆盖全国的行政考核指标。每一个上任的地方官，如果不去给皇后的陵寝写2首蹩脚的悼亡诗，如果不去长春宫的旧物前抹2把眼泪，那就说明你政治觉悟不够，说明你没能跟皇上共情。这种强迫式的共情，本质上就是一种精神殖民。乾隆在用这种方式测试：当我说月亮是黑的时候，你们谁敢说是白的？当我说全天下都得为我的老婆哭一辈子的时候，你们谁敢笑出声来？这种集体议政最直接的受害者，就是大清朝的逻辑常识。在乾隆看来，他个人的情感波动就是国家的最高律法。因为他悲痛，所以山东的巡抚得死；因为他怀念，所以全国的建筑审美都得往朴素那个人设上靠。这种情感法治彻底摧毁了士大夫阶层的独立人格。大家开始习惯于说假话，习惯于把最肉麻的谄媚包装成最深沉的哀思。你看看那时候的翰林院，那些满腹经纶的大才子们，每天的工作居然是帮皇帝润色那些平庸至极的悼亡诗，去论证通草绒花是何等的圣洁。这种文明的堕落是从根上烂掉的。这哪是盛世啊？这分明是一个巨大的装满了假面具的荒诞剧场。咱们得盯着那些被乾隆亲手毁掉的文字看。在那个所谓的后富察时代，乾隆对文字的敏感度到了病态的地步。任何提到衰老、死亡或者不敬的字眼，都可能被关联到他对皇后的怀念上去。这种逻辑下的文字狱，其实是这场集体议政的副产品。大家因为害怕触碰那个伤口，所以干脆选择了集体失语。这种失语让大清朝的文明失去了自我修正的能力。当一个帝国的精英阶层整天都在揣摩皇帝昨晚梦见了哪个死人时，谁还会去关注边界的危机、民生的凋敝？这种文明层面的集体瘫痪，才是乾隆13年真正的结算。咱们细品清宫档案里记载的那些南巡细节。乾隆每次南巡，路过德州，必定要作诗悼念，而且每次都要搞得地方官如临大敌。大家得提前准备好纸笔，得准备好悲戚的表情，甚至得提前打听好皇上今年又想到了哪个细节，好赶紧接话。这是一种极其昂贵的情感捐税。这种捐税不收银子，收的是整个民族的廉耻心。大家都在假装悲痛，这种假装形成了一种巨大的社会惯性，让后来的官场风气彻底转向了唯唯诺诺。这种议政杀死了中国传统文人最后一点见官的风骨。更可怕的是，这种议政演变成了一种历史的伪证。乾隆通过高频的文学创作和行政指令，强行重塑了历史记忆。在官方的叙事里，富察皇后被塑造成了一个没有任何瑕疵的圣人，而乾隆则是一个被命运夺走挚爱的孤胆英雄。
这种叙事成功的掩盖了他作为独裁者的残暴，掩盖了他对继后的凌辱，也掩盖了他对这个国家资源的疯狂透支。他用一种浪漫化的糖衣包裹住了权力的毒药。后世的人们，尤其是那些看热闹的读者，往往会被这种糖衣所迷惑，觉得这就是爱情。但这哪是爱情啊？这分明是皇权对历史进行的一场整容手术。这种文明的审判，最终要落在乾隆朝的末期。当这位长寿的皇帝终于要撒手人寰时，他发现他留给嘉庆的是一个表面风光，内里全坏了的烂摊子。因为这50年来，大家都学会了演戏，学会了用情感忠诚去掩盖行政无能。那场由丧礼引发的 PTSD 已经深入到了帝国的骨髓，大家不再相信规则，只相信皇帝的喜好。这种从上而下的精神溃败，让大清朝在面对后来西方文明的冲击时，几乎没有任何还手之力。因为一个习惯了对着幻影演戏的民族，是无法直面真实的炮火的。咱们盯着那份乾隆死后的结算单看，嘉庆一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清算和珅。为什么和珅能做大？因为和珅是这场集体议政里演的最好的那个人。他最懂怎么利用乾隆对富察氏的怀念，怎么利用乾隆那种受害者心理去捞取私利。和珅的崛起就是这场文明议争结出的最毒的果实。和珅倒了，但那种揣摩上意、以情代法的逻辑倒了吗？没有，它已经成了中国政治文化里的一块顽疾。所以说，富察皇后的这朵白月光，其实是照在中华文明病灶上的一道冷光。它让我们看到了，当绝对的权力试图垄断情感解释权时，会产生多么恐怖的异变。乾隆通过神化一个女人，成功的妖魔化了整个官僚系统；他通过祭奠一个死人，成功的压制了所有的活人。这种文明层面的集体失智，是一个盛世走向末路的标志。我们今天在这里拆解这段历史，不是为了扒开皇帝的隐私，而是为了看清任何违背常理、违背人性的高大上叙事，背后往往都藏着权力的獠牙。这种议政最讽刺的结局，是乾隆把自己也骗了。他在晚年可能真的以为自己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情圣，以为这个国家在他的深情治理下正处于人类文明的巅峰。这种自我催眠是一个独裁者最后的悲剧。他死的时候，身旁站满了假装哭泣的奴才，而他心里那个唯一的白月光，早就在50年前的那场丧礼杀戮中被他亲手杀死了第2次。他留下的只有一个被恐惧和伪善填满的摇摇欲坠的帝国。咱们细品这背后的深意，这哪是什么盛世的余晖，这分明是文明的黄昏。当我们今天走进故宫，看着那些精美的陈设，听着那些动人的传说，别忘了那个在乾隆13年被剪掉头发、被划掉脸庞的内拉氏，别忘了那些因为没哭出声而丢掉性命的皇子，也别忘了那些在冰面上拖着巨船，在恐惧中写着悼词的沉默的千千万万人。这才是白月光背后的真实底色。这出戏演得太久，代价太沉。咱们聊到了这份名为盛世的集体议政，聊到了那群在乾隆爷的泪眼里瑟瑟发抖的官僚，也聊到了和珅这种从议政的腐肉里长出来的寄生虫。最后咱们得把所有的线头都收回来，收回到那个最初的被所有人反复吟诵的却从未被真正看清的女人身上。很多人管富察氏叫白月光，觉得她是这冷酷皇权里唯一的一抹柔色，但我告诉各位，咱们细品这背后的逻辑，这哪是什么救赎啊？这分明是文明进程中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个体，被那台名为大清盛世的庞大绞肉机给彻底碾碎的过程。富察皇后的悲剧不在于她死得太早，
而在于他死后，他的每一寸名誉，每一声叹息，甚至他那点子微弱的人性，都被乾隆拿去当成了加固皇权所炼的生铁。你翻开清宫一案里关于富察氏晚年的记录，那字里行间透出来的不是什么母仪天下的威严，而是一个被焦虑和丧子之痛彻底掏空的虚弱灵魂。乾隆11年，皇七子永从出生，乾隆欢喜的跟什么似的，觉得这是天赐的嫡子，是法统的继承人。可仅仅过了1年多，孩子就因为天花夭折了。作为母亲的富察氏，在那个除夕之夜是怎么熬过来的？史料里记载，他悲到成疾，这种病不是伤风感冒，是心碎了。但在乾隆的逻辑里，皇后的身体不仅仅属于她自己，更属于这个帝国的门面。他没有给这个心碎的母亲留下足够的哀悼空间，反而是在她还没缓过劲来的时候，就执意要带她东巡，去泰山，去孔庙，去向天下人展示他们帝后和谐的盛世样板间。这哪是带老婆旅游啊？这分明是由于乾隆那近乎病态的完美主义，强行拉着一个重病号去完成一场名为太平盛世的政治外宣。富察氏在德州的青雀坊上闭眼的那一刻，他心里想的是乾隆的宏图大业，还是那个还没来得及长大就化为灰烬的孩子？我想大概率是后者。但乾隆不许他只是个母亲，他迅速用一套密不透风的圣人叙事，把他的死包装成了某种由于操劳过度，由于贤良到了极致而引发的殉职。他在孝贤皇后灵文里写他克俭克勤，夙夜为银，这种评价听起来是夸奖，实际上是一层厚厚的石膏，把富察氏作为一个人的轮廓给彻底封死了。这种被时代碾碎的残酷，就在于富察氏活着的时候，他得压抑自己的物欲去带通草花，好让乾隆有借口挥霍；他得压抑自己的母性去陪同出巡，好让乾隆有脸面炫耀。而当他死后，他这种压抑被固化成了大清朝所有女性，甚至是所有臣民必须遵守的最高道德准则。这是一种极其阴毒的文明绑架。乾隆通过神化一个死掉的、无法反抗的富察，制造了一个绝对的道德高地。他在这个高地上架起了名为礼法的大炮，对着所有试图活出真性情的人开火。继后奈拉氏的断发，本质上就是对这种死人压死活人的文明霸凌的一种惨烈突围。但在奈拉氏突围失败后，富察氏这个白月光的形象被刷得更白、更冷，更像是一个杀人不见血的圣像。咱们盯着乾隆晚年写给富察的那些诗看。乾隆写道：忍诵长春旧句，空余别管荒凉。这种诗写了1万多首，乾隆把自己感动得不行，觉得自己是古往今来第一情深之人。但我劝各位细品，这1万多首诗里，有多少是真正写给富察那个人的？没多少。他写的是他自己的孤独，写的是他自己的伟大，写的是他作为一个失去了完美伴侣的独裁者的那点子顾影自怜。富察氏在这万行诗里，不过是一个巨大的、沉默的符号。乾隆不是在怀念他，而是在怀念那个由他支撑起来的、已经一去不复返的乾隆初年的清明气象。他把时代的没落、官场的腐败、自己的衰老，通通投射到了对皇后的怀念中，仿佛只要他还爱着富察，那个伟大的盛世就还没崩塌。这种文明层面的集体自我欺骗，最终让整个大清朝失去了解构权力的能力。大家都习惯了仰望那个被乾隆修饰过的白月光，大家都不敢去问一句：如果富察氏真的那么完美，为什么他的儿子都保不住？为什么他的家族最后成了大清最大的贪腐集团？为什么她的丈夫在哭她的时候，还能把刀架在所有人的脖子上？这种对真相的回避，让盛世成了一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空壳子。富察氏作为一个鲜活的生命，
就这样消失在了这一层层金漆和马屁之中。他被时代选中，成了盛世的注脚；他又被时代抛弃，成了皇权的祭品。更深层的悲剧在于，这种白月光叙事不仅碾碎了富察氏，它还扭曲了后续几百年我们对贤妻良母的认知。由于乾隆的成功攻关，富察氏成了东亚父权社会里最完美的一个女性模板，不花钱，不争宠，不抱怨，死得早。这种模板是对女性生命力的一种极大讽刺。乾隆用他的权力，把一个女性在极端压力下的服从定义为了美德。这种美德至今还像幽灵一样游荡在很多人的潜意识里。我们今天去故宫长春宫，导游会告诉你这里住过一个多么温柔的皇后，但想让各位看到的是，在那红墙金瓦之下，一个女人是如何一点点磨平了自己的棱角，如何一点点在那种绝对正确的重压下，变成了一朵再也没有香气的被乾隆拿在手里随意摆弄的通草绒花。这种被时代碾碎的过程，在大清朝进入嘉庆、道光时期后变得更加讽刺。后来的皇帝也想效仿乾隆，也想通过神化某位皇后去稳固人心，但他们发现那个名为盛世的气场没了，那种由强权支撑起来的让举国上下陪着玩集体议政的财力也没了。于是富察氏就成了绝响。它是那个极端时代的产物，是皇权在最鼎盛也最蛮横的时刻强行催生出来的一朵异花。它被夹在青石录厚重的纸页里，被乾隆那几万首平庸的诗句层层压实。当我们今天试图去触摸它的时候，我们摸到的不再是温暖的体温，而是权力那冰冷的质感。咱们细品这背后的深意，这哪是什么白月光啊？这分明是文明史上一场旷日持久的由最高权力主导的灭活行动。他杀死了富察氏作为人的可能，也杀死了大清朝作为文明走向多元的可能。乾隆通过塑造这个完美的、顺从的女性幻影，完成了一次对全体国民精神意志的阉割。他告诉所有人，在这个国家，只有符合我审美、符合我标准，并且彻底消失了自我的人，才配得到永恒的纪念。这种逻辑是乾隆盛世留给我们最毒的一份遗产。当咱们站在玉陵地宫的石门前，听着那些风声呼啸，你或许能听到富察氏最后的一声叹息。那不是对乾隆的告白，那是对这长达300年被时代碾碎的命运的无奈。他走在最前面，为后来的内拉氏，为后来的婉容，为后来无数在红墙内凋零的生命，踏出了一条名为完美的死路。这才是正直讲史想要告诉各位的，关于那抹白月光最残酷也最真实的一面。好了，这期关于乾隆白月光背后的文明审判，咱们就聊到这儿。大家在弹幕里告诉我，你觉得富察氏如果能重选一次，他还会选择带上那朵通草绒花，走进那个名为盛世的牢笼吗？如果你觉得这套从账本和人性里挖出来的历史有意思，别忘了点赞关注。咱们下期去拆解那个同样在大清历史上留下一抹奇特色彩的咸丰皇帝，看看他在鸦片烟的雾气里又是如何一步步把这个国家推向崩溃的。